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本期视频我们来简单聊一聊关于烤鸭包如何更新系统。所谓更新系统，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升级我们烤鸭包系统，第二个部分则是升级为我们官方固件系统版本。本期视频主要内容就是讲一下如何升级这个系统固件。那么什么是系统固件版本？简而言之，系统固件就是任天堂官方系统版本，通过熔断保险丝来达到预防破解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次系统的更新，或大或小，比如说从0.1到1.0，从1.0到2.0等等。那么当前最新系统版本为 18.0.0， 也就是前几天刚刚发布的最新系统版本。对于该系统版本，目前最新版本大节能整合包以及运行游戏的补丁还没有正式更新完成，请各位先不要更新系统。如果目前你已经将你的机器升级到最新版本，那么本期视频对你的帮助比较大，可以耐心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升级，再来去讲一下如何降级以及删除更新包。升级的办法比较通用，也是非常简单的。我相信很早之前，甚至于去年前年看我视频的人都已经学会了如何升级系统固件版本，也就是打开相册，下载好离线固件升级包，然后放入内存卡根目录去相册进行一个离线升级。这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一些新游戏也是需要最新的系统版本才能够运行的。这里所说的系统版本就是大气层系统版本加我们的系统固件版本，这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运行完整的游戏补丁以及 DLC 或者是游戏本体。那么本期视频结束之后，我也会将 PPT 分发给各位，各位可以在里面找到下载地址，自己去下载一份最新版本的压缩包，然后解压之后放在内存卡根目录进行一个安装操作。因为第一种方法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关于法2、法3、法4乃至于法5、法6，原则上原理都是一样的。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使用法1的办法。当然，如果你安装好烤鸭包，我也是推荐你使用法2、法3以及法4、法5，基本上是不需要你使用电脑就能直接完成操作的。这里我也不一一详细讲述了，我只简单说明一下法2的办法，因为其余办法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且很多人其实根本用不上，我们只需要记住法1和法2就可以了。法2的办法是烤鸭包专属使用的办法，这也是比较省事、比较方便的办法。虽然说需要你联网进行下载，可以看到一共有4步，我们只需要打开烤鸭包的 Switch Box， 然后找到系统更新，选择系统版本，然后点击我们所需要的版本就可以了。目前最高支持 17.0.1 系统版本。当然法3这边也简单讲一下，法3是我们烤鸭包相册里面的一个工具，叫固件提取工具。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工具提取完我们的机身正版系统的固件，或者是真实系统的固件，用于我们虚拟系统进行一个升级操作。它与我们法1唯一的不同就是路径不一样。法1的路径是我们自己自定义的，你可以选择根目录乃至于其他文件夹的任何路径，只要保证你的路径中不含有中文、不含有特殊符号以及日文、韩文等等。而法3则是固定的一个路径，内存卡根目录的一个叫 Update 文件夹里面。那么当我们按 A 键提取完固件之后，我们只需要执行最后一步，也就是法1的操作，在相册打开固件升级工具，然后选择开始更新系统，找到我们提前放置好的一个固件升级文件夹，我们只需要选择该文件夹，系统就能识别到这个文件夹的固件，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离线升级操作。当然在我 PPT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屏幕，或者是稍后下载 PPT 来进行自行研究。那么这边法3的完整步骤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需要第一步打开烤鸭包相册，第二步找到固件升级工具，第三步点击进入固件升级工具，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按 A 键是提取，按 X 键是删除。我们先按 A 键提取好固件，然后去相册打开固件升级工具，点击开始更新系统，也就是我们法1的操作。在根目录选择你所存放的固件文件夹，如此处的内存卡根目录 Update 文件夹。法2和法3路径都是固定的，法1是自由命名的。接下来的操作只需要一路点击 A 进行确定操作，然后到了内存卡驱动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 Effect 加 FAT32 格式就可以了。那么关于法4、法5，其实操作都是大同小异的，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拓展学习一下，日后可能够派上用场。尤其是法5，这个是不需要进入我们系统就能直接提取好固件，然后用于系统升级的。包括该工具还是可以进行一个系统擦除，比如说删除用户数据、删除游戏、删除一些游戏存档等等。当然它的用处肯定不止于此，比如说你不小心安装了盗版文件在真实系统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该工具，在进入系统之前进行一个系统数据擦除模式。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操作来进行一键删除，然后再重新创建系统来安装游戏、安装插件，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纯净。最后再聊一聊如何关闭系统自动更新。那么如何关闭系统自动更新，这样的办法也是有很多的，这里我简单列举一下。第一种办法同样是使用固件提取工具，只需要按 X 就可以删除我们之前提取好的固件。第二种使用 DBI 文件传输工具， DBI 可以删除你的内存卡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文件夹，只要是它可以识别到的文件夹，乃至于固件包300多兆，它都可以直接删除掉。当然跟它有一样功能功效的也有很多插件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定向删除操作的。使用该定向删除操作，我们可以删除内存卡任何一个文件夹，包括系统固件。那么关于第三种路径，就是烤鸭包快速还原大
法，只需要4步按照如图操作，就可以删除掉你不小心进行了一个系统更新包的安装。我们只需要在烤鸭包中点击关闭自动更新，就可以直接对正版系统进行一个擦除，把你已经下载好的安装包直接删除掉。这样的话，进入正版系统玩游戏的话，就不会出现让你必须更新主机系统的界面了。那么同样也是有小部分玩家，那么他发现当新系统推出来之后，他的很多游戏不更新系统就无法进入游戏，必须更新系统才能够打开游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维护模式。那么首先讲一下如何进入维护模式，那么就先选择你要维护的系统，比如说虚拟系统。那么我们点击虚拟系统图标，在大技能图标快要消失的时候，我们按住音量加减键，一直按住之后，大概只需要过2秒，我们就能够看到维护模式界面。如果你是一些游戏报错以及软件关闭等情况，就像我们左上角所展示的图片一样，在这个时候你进入维护模式只需要直接点击电源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第2种情况，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必须要更新主机系统才能够进入游戏，那么这时候我们点击第2个选项，保留储存资料并且初始化，点击完成之后，当它初始化完成，我们的机器就可以正常进入正版系统，并且正常进入游戏。那么由于时长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详细讲述这里面各个细节了。大家拿到 PPT 之后，或者是对照屏幕中所展示的一些内容，对照自己实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确实属于这种情况，不妨试一试我图中所展示的办法，说不定对你有帮助。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